跟着里长探视街坊邻居，寒暄问好。即便是第一次见面，毛恩赐与毛黄秀莲的真诚态度，带给人零距离的亲和力。当时有那个低收入的，他们会协助；还有生病的，他会带到那边去照顾，所以他对我们一定很好。那我们有活动都请牧师来参加他们的里面的他们的会员来参加来表演。张慧玲姐妹，你愿意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们是一对在南港服侍30多年的传道人夫妇，牧师出身辛苦的农家子弟，师母破碎与坎坷的成长背景，面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他们不遗余力，并且开办了当时没有人愿意做的老人服务中心，提供社区共餐，帮助弱势家庭，做出了口碑，还获得模范市民敬老楷模。直到如今，他们仍卷起袖子，弯腰看见人的需要，谦卑的服侍，并愿意把被社会遗忘的人当朋友，给予自然的拥抱与实质的帮助。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呢是一对牧师夫妻哦，他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去服侍人，去帮助建造别人的生命。其实呢，包含了牧师自己跟师母，他们本身从小的原生家庭，他们的成长经历都有各自的辛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欢迎毛哥，还有师母秀玲姐，你好。你好，你好。我两位现在服侍的地方是在台北市南港嘛，哈，我对那边刚好很熟。是，那边现在南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哦。对，完全不一样。你们在那边大概待了几年时间？20多年，快30年。哇哦，那你们完全会见证那个整个不一样的过程。对，就是它还有造谣厂，所以它有一个大烟囱。哦，然后它因为就基隆河对岸就是垃圾场，现在是焚化炉，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空气也不好那个整个气氛围就是黑黑暗暗的这样，当时候的状况啊。所以整个社区里面就都是比较辛苦的人家，是吗？对对。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毛哥跟秀玲姐，你们自己成长的过程故事也很多啊。毛哥你自己是在哪边长大的？台南的乡下，玉井、大内，就是那个芒果的地方，对，生产芒果的地方。小时候是吃芒果长大的，吃芒果长大。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幸福的样子。我小时候很辛苦哈，如果是在那样子的家里面长大，就是要帮忙嘛。没错，就是要。除草啊，要去摘芒果啊，等等很多农事，虽然很辛苦啊，经济不是很好，对但是童年在教会，譬如说礼拜天参加主日学，然后圣诞节我们会到各个部落去报佳音，是蛮有趣的，对，就是成为美好的回忆。那秀玲姐，你们家的状况呢？你是在哪边老家？海港基隆，爸爸是一个远洋的船员，那我妈妈。18岁就嫁给爸爸，这么年轻？是的，那时候因为远洋船员的那个收入还不错，对，所以我们我记得爸爸如果久久回来一次，他会带来有那个五爪苹果，当时很稀少，五爪苹果啦，箭牌口香糖啦，M&M 巧克力等等，舶来品，对，舶来品，邻居就都会来我们家，大家一起分享，就觉得很快乐，对，那不过但是好景不长，就是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胃癌就过世了。你这么小？是，那个时候我们家有4个小孩，那爸爸知道，因为我妈妈没有受什么教育，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所以他就介绍。他的也同样是船员的朋友。那后来妈妈又跟爸爸又跟继父又生了一个妹妹，所以我有
2个哥哥1个姐姐跟2个妹妹。这样子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吧？2个等于像是重组家庭，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就是好像很无聊，觉得无聊，那家境也不错，那也没什么目标，所以她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对。那所以我们到后来就真的是沉迷在其中了。妈妈会赌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早上要去上学的时候，她在家里睡觉，然后我们下午回来她不在家。那因为就是嗜赌嘛，对不对？那10赌9输，所以妈妈后来真的是就债台高筑，她就跑路了，就跑到台北去了。可继父跑远洋的应该是收入不错。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继父身体不太好，所以他后来就改成静养。所以家里的经济条件就不好，是，所以我们家就是大哥他在那个读海事学校的补校，然后大姐在工厂工作，那我跟继兄就是我们都是国中2年级，那个时候很辛苦，就是1个礼拜真的100块的菜钱，1个礼拜是，那吃蛋吃肉都觉得是很奢侈，对，那不但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妈妈不在，所以也没有大人，对，所以2个妹妹就被送回妈妈高雄的小港的娘家。有债主出现过吗？在家里？有，对，那债主就要来家里要钱呐，是，但是看到家里也没大人，对，然后看到小孩都还蛮乖巧的，就觉得好像我们也很可怜，所以就也没办法要到钱。那你们会害怕吗？是会有一点害怕，毕竟是孩子嘛。对，对，也觉得会有压力。然后等到妈妈糟楼不在的时候，其实说实在话，继父跟你们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啊。是，那个时候他跟你们之间的互动状况呢？其实没有很多的互动，没有很多的互动，那真的是就是，所以我总感觉就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父母有一点像是缺席的。所以我的个性就没有什么安全感，对，然后也很负面，负面的思想。怎么样个负面法？我以前就觉得，我以后结婚我一定会离婚，好像有那种宿命论的那种那种捆绑在我的身上，我就觉得我一定会离婚。所以我在想，我如果真的没有信主，我如果跟我的先生吵架，我就会想，对呀，你看我们吵架，这就是我的命，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经营去改善，最后可能就是走上离婚一条的路。回想起母亲曾经的错待，毛黄秀莲百感交集。当她经历神翻转生命，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过往。She wanted to take care of Grandma, and she gave everything she had to take care of Grandma,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when Grandma had dementia and she could barely remember anything. But Mom would persevere through her memory loss, and she would go out of her way every day, even if church was busy or if others needed her. She still prioritized Grandma in her needs, and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saw tha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imagined in how Grandma took care of her as a little girl versus how she took care of Grandma when she was an older daughter. 以我是一个生母的一个心态来说啦，就是其实教会牧会就已经够忙了。那妈妈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她可以给她的其他兄弟姐妹来奉养她的晚年。但是我知道最后毛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是接纳她的母亲。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一直到他母亲临终，所以我去参加他母亲追思礼拜的时候，其实我对秀莲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好像充满了主耶稣的爱。那生父早逝真的是没办法嘛，然后继父老说跟你没有渊源、没有血缘关系嘛，我觉得主要还是妈妈，是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又为了赌，然后完全没有办法顾到你们，还跑掉这样。你觉得这个妈妈这个角色在你生命当中带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真的是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我觉得我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会比较自卑吗？在学校跟同学会自卑，特别是
我国中2年级那个时候，我们是读义务教育，但是义务教育的学费是很低的，我们却缴不起这个学费，几乎要辍学。所以后来哥哥的同学们大家凑一点，就我们继续把这个国中读完。所以高中我们2个就都读夜补校，也是要自己赚钱，就开始工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家庭背景这么不堪，然后又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学历这样子，然后又长得又不好看，所以以前真的不好看。以前真的会这样子觉得自己，对，所以就对自己就觉得什么都不好，对，就很负面。那真的是后来还好有接触到信仰是，是怎么样接触到信仰的一个过程？高中毕业之后，我的老师帮我介绍一个工作，就是助理会计，然后在那个板桥，那他们在土城有一个工厂，那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领班嘛，工厂领班，他很瞧不起那个。就是夜间部的学生，他觉得夜间部学生都在混，根本没有在读书。我根本不敢讲我是补习学校，根本还要考那个，真的是考了一个那个同等学历才会有。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自卑。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妈跟我的继父跟我的第2个继父第2个继父就是对，坏妈妈招楼然后去认识的那个人。对，所以他们后来也结婚了，然后他们就搬到那个。台北新北市的那个回龙，对，就在那边有一个房子，那所以我们就慢慢就全家人就回来了。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要剪头发嘛，去一个家庭美容剪理发美容院比较便宜嘛，然后我去到他家，我就看到他家有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还有那个耶稣牧羊人的那个照片，然后这样这些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他说。你们是信教的？他说是啊，所以他就留下我的住址电话，然后叫他的女儿邀请我去教会，这是我走进教会的开始。那去了之后，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教会的人非常的和善，感觉很有爱心，然后进去之后里面的诗歌非常好听，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很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开始我就常常去教会，然后我读圣经。我就读到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也养活它；地上的百合花，它也不纺纱也不织布。可是所罗门王富贵的时候还比不上这花一朵。我就觉得，哇，有一个人这么爱我们，而且他说我们比这些都更贵重。就想哇，有一个上帝这么爱我们，甚至耶稣基督，我后来知道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是爱我，他爱我。他不是只爱，好像这些什么比尔盖茨王永庆不是爱这些，他是爱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是爱我这个小人物，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心被感动到，觉得哇，有一个人这么爱我，竟然愿意为我死，我就觉得哇，我自己是很宝贵的我真的就愿意相信，而且我信心就来了。对，我觉得尤其对你来说，从小就是爸爸就过世了，然后妈妈也不在，就是很缺乏这种爱的这个内心里面。对，就对神的爱会特别的有感觉。那是我也感谢上帝去到这个充满爱的环境里面。那里面有一个柯玛丽姐妹，她是我的辅导，那她很照顾我。那她还介绍我钢琴老师，然后帮我付学费，还帮你付学费？对，就圆我从小就很想要学钢琴的这样一个梦。对，我非常感谢她，然后也教导我，然后鼓励我，让我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真的是生命非常的喜乐，然后。真的是每天都这样跳着走，非常快乐，所以我就带领我的大妹妹也去教会，她也信主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妹，她那个时候她还在读夜间部，那时候就可以读夜间部了。对，那我也带她去教会我后来嫁给毛牧师，我妹妹也嫁给龙华团契里面的一个弟兄。对。然后那个柯玛丽姐妹，她也是跟龙华团契的弟兄，所以我妈妈后来因为看见我们信主的女儿们婚姻关系这么好，后来我大妹妹也带领我的妹妹带领我的妈妈就去教会。上帝很恩待他们，就是我的妹婿做生意做得很好，然后也孝顺妈妈，所以妈妈后来也信主了。对，然后也我的哥哥家人就慢慢的信主了。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你自己原来其实因为妈妈的关系嘛，妈妈等于婚姻上面就是也经历过很多波折这样子，然后你还说你都觉得你一定会离婚，是，所以虽然后来是信主了，可是面对要进入到婚姻的这个事情，你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拉扯？在当时，当然会有一点的，就是还是会有一点担心甚至有点没有安全感。但是感谢上帝，因为我觉得真的耶稣住进我的心里，我觉得我的心里充满了主，所以我就真的我的生命就改变，就有安全感，有爱，然后有力量，我就不再有这些恐惧害怕了。因为圣经上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个时候流行一条歌叫做《头一次的爱》，然后他常常就拿了吉他，然后对我唱：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里充满欢喜。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喜欢我，对，那我也误会了。你误会了，对，由于说他应该是真的喜欢你，没有误会，要不然他怎么会弹吉他给你唱这个歌？结果不是。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带领团队查经、建造教会领袖，毛恩赐牧师认真谦卑服侍神，成为同工的榜样。毛牧师的特长是解释圣经、分享圣经，所以在分享圣经的过程当中，他很忠实的把神的话传递给会友，所以会友们他们可以从毛牧师的解经跟引导之下，对神有很深的认识。我从小在南港浸信会长大，然后毛牧师、毛师母就来当我们的神学生，然后他非常爱我们，而且都会就是特别会鼓励我们要多上台，然后多有一些服侍，所以我们从小就被训练一定要多多的服侍神。2个女儿也是都是师母带他们长大的，带他们长大，跟他们一起打球啊，还有一起玩扑克牌啊。就是这样子带他们成长所以我们那些小孩子就非常非常的感念师母牧师的陪伴。毛师母她有一个特质是，即使面临到大家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毛师母她都很愿意与人和睦，她都会愿意说那我们就是以人和睦为优先。多年牧会，毛牧师的妻子毛黄秀莲是他最得力的配搭，2个人个性迥异，反而在事工上互补。毛牧师是算比较稳重的，他虽然话不多，对，但是他应该是比较思考型的。但是毛师母呢，他个性跟我是蛮雷同的，我们都是那种冲的，然后有我们就会。就是说，我们不会全盘的考虑清楚以后就才做，我们是觉得说，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咬住这个机会，然后就往前冲了。牧师师母他们互动很好啦，一个温和，一个就比较冲在这个当中可以彼此互相的调节，所以在跟我们的互动当中，也许有些我们很大声师母也会受伤然后他会先跟我们道歉呢，他会先跟我们道歉，我们就感恩啦。看见牧师师母这么柔软我们就很感动，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侍的方式，让我们都愿意更多的支持牧师师母。那毛哥，你就是在教会认识太太的吗？他刚好就是到那个教会你在教会碰上的，我们就在教会认识了。那一开始你对这个女生有特别感觉？一开始没有特别的感觉，笑了一下。是。那秀莲姐，你对于这个男生，你那时候有些特别的想法吗？他那个时候到龙华2专读书的时候有一些都是各地来的这些基督徒弟兄，他们组成一个龙华团契，住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很多的交往。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一条歌叫做《头一次的爱》，然后他常常就拿了吉他，然后对我唱：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里充满欢喜。好青春哦，真的，就弹吉他追女朋友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喜欢我，对，那我也误会了。你误会了，对。这是
年轻人在一起嘛啊，然后开玩笑类似这个样子。那个时候还是开玩笑，不是认真在追女朋友。很有意思，就是常常对我唱，大家都误会了。那有一次，所以他们龙华团契这些弟兄都很好的。那有一天，我就问其中一个弟兄，他跟我讲说，毛哥他每天晚上都要为一个女孩子祷告，但是那个女孩子不是你。所以我真的错愕了一下。但是我也就是感谢主，我就觉得好像大义灭亲，我就把那个爱收起来，因为我是经过大家鼓励，我才愿意接受他这样。所以我把这个爱收起来，我就一样，就是好像姐姐一样，就跟他这样互动。那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在台北花园新城有一个那种就基督徒婚友联谊那样，然后我就上去表演就是好像演戏这样。那天回家的公车上，我们两个聊的好多哦。真的聊得哇，觉得非常投契，因为花园新城还很远呢。对，所以那个公车应该坐很久。对，你就可以聊很多。没错。所以后来他就是就是预官结束要分发到高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到我住的地方来跟我表白。我就看到上帝，好像上帝就兴起他，就是他很热心追求在教会，那我看到他的那种对上帝的追求也吸引了我，那所以我就跟他表白说，我们能不能一起交往，就是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呼召或这个感动，就觉得说我要来做这个牧师传道人这样子的角色？退伍之后，我没有马上去读神学院，退伍之后。也是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我就去先去找工作，那种应征上那个远东纺织公司，漂染厂的电器负责人，因为我有电器的执照嘛，那我就在那个远东纺织厂很大，对，员工很多，那我就看到有一个高阶主管，谢同义弟兄，他们夫妻就开放他们的家。让那个员工可以到他家去聚会，然后也关心那个员工的需要，特别那个远东纺织厂有很多的女工，他们生活上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对。但是我看到这个谢弟兄夫妇很爱他们，关心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也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困难。那这个就开启我一个那种比较宽广的那种负担感动我看到工人的需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姨丈到中年的时候，他仍然很积极的传福音，很积极的关心人的需要，所以这些榜样就给我很深的感动。所以工作了2年，我觉得那种感动越来越深，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就去。报考浸信会神学院。那虽然父母亲也是主内嘛，从小也是这样带着你们去教会这样子，他们对于你要去念神学院这件事情，我妈妈就有一点难过，她就跟我说，那将来谁来养我们？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嘛，2个妹妹嘛，那这是我妈妈心中的一个难过啦。我觉得上帝的带领很奇妙，进神4年嘛，那时候我太太已经读了啦，所以也那时候也已经结婚了，然后太太甚至比你还早读。对，早我2年进神学院。但是你学姐就对了。对，是我学姐。没错。有很多人说我很大胆竟然娶学姐当太太。学姐。我们2个都很同心愿意来孝顺父母，所以我们都有实习会，我们就是读神学院，我们实习会也寄回家，不多吧？不多，当然也给他们一些帮助嘛，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神学院4年还没读完，我们家的债务已经还清了，那这是我在读神学院当中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还有更特别的就是我爸爸妈妈。可能也因为家庭经济的需要，他们就很努力的工作赚钱。那本来也都是聚会而已，但是我看到我读神学院以后，他们在为我祷告，然后他们呢，我爸爸也当执事了，
我妈妈也当上那个女传道会的会长。我那个家庭的那种生命好像都不断的被翻转呐。是。那这是我觉得上帝很大的恩典带领在我读神学院的这一条路上。那后来开始牧会，刚开始也还是会碰到一些困难或挫折嘛？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遇到的挫折是刚开始的时候，要牧会的时候，因为神学院是周六、周日、周五就可能就出来探访教会弟兄姊妹们的需要。那时候有一个家庭先生生病住院那所以这样常常就是传道人关怀的对象。对，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周五或是周六一定会找时间去看他们。有时候我去，有时候我跟师母一起去那毕业的前夕南港浸信会已经接纳我，继续留了下来当传道人。我就从一个同工听到说，那个家庭那个太太说误会我，他家的钱不见了，结果说是不是这个毛弟兄来探访拿走了？哇，这个听了真的是晴天霹雳。那时候很难过。对。也在考虑到底这条路要不要走。对。传道的路很委屈。嘿，对感谢上帝教会的同工信任我。那他们觉得绝对不是我做这种事。后来我也不晓得事情怎么聊的那后来也我继续留在南港浸信会牧会，然后那个家庭也跟我也跟我来往，也跟我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像没有觉得我是做坏事的人。那后来他先生过世了，也帮助他们处理善后等等很多的事那这是我在牧会的开始所遇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征战等等。但是上帝怜悯带领我过去的这个因为弟兄姊妹们同工们的对传道人的信任，还有同心的配搭侍奉，所以一直走到现在。我已经毕业33年了。小乖宝宝，阿妈爸爸小乖宝，你看有。我可以放这个吗？好啊，你要给阿妈说什么？谢谢。还要不要分享给妹妹？毛牧师的二女儿毛以柔带着全家大小回台湾探视父母，共享天伦乐。其实当初的环境完全无法想象会到国外生活。I still think back to when we moved and how it just didn't make sense why Dad would want to take what was in America over what we had in Taiwan. But in the end, it was just a testament to how much Mom and Dad loved God, and it was a beautiful testimony of how obedient they are in listening to God's plans for them. 他们去亚特兰大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过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过。他跟我们一起14年，14年后，他说他要去亚特兰大，亚特兰大那边的教会没有牧者，所以我们就感受到他那个呼声是叫亚特兰大的呼召，马其顿的呼声，他是亚特兰大的呼声所以我们就说好，那这个牧师师母去，但是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络那我们就祝福我们就祝福他你看5年后他又回来了，感谢主。这是一个 Hello Kitty 花。对呀。那是谁送给你的？阿嬷。阿嬷，你要跟阿嬷说什么？谢谢。谢谢。爱你。毛牧师与毛师母的初心是顺服圣灵呼召，不计较得失的到美国传福音，没想到跟孩子有了进一步关系的祝福。I specifically remember going to a piano competition, and I worked so hard. I was so sad about the results, but I remember that night just crying and my mom just holding me. And she didn't say anything. She didn't say, you should have done better. And she didn't say, the judges sh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t decision, She just held me and she prayed over me. And
it was just, oh, that was what I needed in the moment. It was the most comforting thing to receive from my mother. And I think it was in those moments when I really felt God's love through my mom.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ose years that she spent so closely and grew with us so intimately. 毛哥从这个神学院毕业之后，其实就是一直在南港浸信会服事，中间呢有一段时间离开，是到了美国去牧会吗？怎么会有机会跑到亚特兰大去牧会？师母的亲戚，哥哥嘛，2个哥哥都住在美国，那他们很少机会回台湾，那我们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希望他们在美国能够去教会，然后能够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安排去看他们，那去看他们以后，我们发现他们附近的也有华人教会，那但是那个华人教会没有传道人，那我们去了以后，当然他们知道我们要去，然后就安排我去讲道，讲完道之后，哇，他们就一直很热心的邀约我。你能不能来我们教会牧会了哈？那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北区华人浸信会，那时候会友数很少，差不多10个家庭就刚开始的一个教会哈，他们就很热心邀请我，但是我觉得我南港这边我放不下，对，所以呢就持续来往往有2年的时间，一直到南港浸信会说。愿意让我过去，就是去那边牧会，那去建立那个教会了，是，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母亲节之前，我们就过去了。女儿那时候多大？一个小学5年级，一个国中2年级。哇，在这个年纪，那所以你们去了之后，你们怎么开始你们的服事工作呢？因为整个环境啊，外在条件都落差太大，跟你们原来习惯的。牧会上比较没有语言的问题，生活上当然会有。是，开始是从社区服务开始，那我去到那边也是就是用服务来接触华人，对，譬如说要搬家啊，我们教会就有这个搬家服务队啊，譬如说有人要买房子啊，或是要买车子啊，那我们能够尽量提供资源来帮助新来的新移民那他们就很容易跟我们接触，也很容易走进教会来。到最后呢，我们也看到那地华人第2代的需要，我们就办了一个中文学校，哇，就更直接服务到那里，那地方的华人，不单接触小朋友，也就是接触家长。那秀云姐，你跟着先生这样子一起，除了牧会本身之外啊，你们自己的家庭也要适应新的环境吗？是包含在生活上，还有孩子2个孩子，是国2跟国小5年级刚去的时候，那也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的年纪啊。对，没错。那个小的5年级读小学就很轻松愉快哈。那但是国2那个大女儿因为语言上会有一些的困难对，那所以她就。那个时候就会常常会觉得很挫折，那幼稚青春期的时候就比较会有叛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争执，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很看重孩子的就是这个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会真的是就是我们如果周末的时候或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一起就是读经，然后祷告这样子。从小我就带领他们从圣经故事床边故事开始。所以有很好的根基。那当我们一起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那他就会真的，上帝就柔软他的心，他就会在神面前就会认罪悔改。孩子对老大对，所以我们关系就有很大的改善。那你们家孩子的适应上面困难，你孩子是有怎么跟你们说吗？会哭，就是课业上的那种辛苦。课业上的辛苦。对，被欺负比较没有，但就课业上。还蛮辛苦的，所以感谢上帝，就是也有弟兄姐妹，有时候就帮我们看个作业啦、补习啦等等这样子，所以让他们就能够慢慢的就适应起来。所以在学业上，现在也都研究所毕业了，在工作
都能够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我们办中文学校，其实这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但是上帝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找同工大家一起就很认真的去做。那感谢主，我们就我就担任校长，然后校长兼撞钟，对，校长兼撞钟，那越做越大，所以就接触的华人就很多就可以传福音，有时候就发表成果发表的机会这样子，对，感谢神。后来还有外面的团体就想要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想说他们可以来办中文学校，可以盈利嘛，所以后来有人要办，我们就交给他们，就交给他们去办。那他后来怎么回到台湾的？是怎么决定又要回来的？感谢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3年4年，那时候已经成长到100多人了，已经是一个成型的教会。那教会也有一位执事会主席，他也可以起来负责牧养哈。那刚好那个时候，5年之后南港浸信会也聘了一个牧者，那个牧者刚好5年之后他65岁退休，所以南港浸信会又写信给我。跟我说毛牧师，你要不要再回来？那接到这个信，心中就不断的祷告啦。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看到心中的负担，还是在这个华人多的一个地方，台湾就是5年半之后，我们又回到南港浸信会，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一个老姐妹她说拾荒的，又是听障，她的家就是房间里面整个都是垃圾这样堆得满满。对，我就带着弟兄姐妹去帮她整理清对，真的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所以后来她也信主了。那感谢上帝，是我的好朋友。长青歌唱班是长辈们每周最期待的活动，也吸引他们走进教会听闻福音。毛恩赐牧师和师母毛黄秀莲，他们带领同工殷勤探访，从社区居民到左邻右舍，因着信仰，他们长期陪伴伤心人与造就福音战将，30多年持续的付出。我是3年前来咱这家有成立一个歌唱班。我甲阮太太拢做伙来大家有唱歌来家会当甲这的这个兄弟姐妹大家能够在一起，觉得学唱歌很快乐，就是在这里我们教会给我们很大的快乐这样。牧师讲道嘛，他讲道很生动。很感动我感动到落泪很多次师母碰到我就很高兴，大姐，她都叫我大姐，感谢主啦。我们教会因为我老公已经去世了嘛，父母亲都没有，我是从外国来的，所以说我讲的国语不好意思，都不是很正确，很抱歉所以师母对我真好，有时候我有困难，我就叫她说。师母为我祷告，他每一次都为我祷告。师母叫，我觉得他就是柔软的心。他看到这个贫苦的人譬如他是小朋友他就把他带到教会来，甚至带到他家里去给他吃晚餐让他享受那种可以坐在餐桌上吃饭的那种家庭的氛围。我觉得这是毛师母他都愿意做，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晚上那个父母亲没有办法来接，就可以在他家住宿我觉得这种爱真的是一个非常是上帝的爱透过他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毛哥夫妻后来又回到南港继续服侍，那么甚至后来还得到荣誉市民的这个被表彰这样子，所以是被提名吗？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当初开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南港的环境不是很好，那我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做一些调查，
南港那时候是12个行政区里面最困难或者说最穷的一区。那因为这个缘故，就激起我就是怎么样来帮助南港地区弱势者所以我们就从里长是区公所那边得到低收入户的名单。那时候还可以了，现在可能不能拿到了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拿到名单以后，我们就教会就是送米送奶粉，每个月，然后就是直接对他们的关怀，对，然后他们有孩子读书没有学会，我们就帮助他们申请助学金，是，那持续的做，我们在做这个事里长知道了，区公所也知道了，所以区公所就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选我成为区里人物啊。因为对区里有功啊，因为我们教会帮助了弱势者嘛，然后之后呢，这个区公所好像又把我的名字报给市政府，就层层往上这样子，对，市政府他们在审查嘛，就是对这个台北市有功的人，是，那也把我列入其中。那一年呐，他每一年都会有荣誉市民的选举，那一年就把我列为荣誉市民，那是因为这样来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传福音变得更加的实际。本来我们在传福音，都是被拒绝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传福音，人家很欢迎我们，我们也为他们祝福祷告，然后也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接触点，那到最后，南港区12个行政区只有南港区没有老人服务中心，那我们就去跟区公所讲说我们可以来承办，所以我们就开始承办社会局补助的这个老人服务中心，健康的能够走出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有困难的我们要到他家去探访，那感谢主，那一段时间其实蛮多长辈信主的。秀玲姐，你自己在教会主要是做儿童的部分吗？因为我对儿童有很大的负担，是，对，然后以前也教过幼稚园，在美国办中文学校都接触儿童。那我觉得现在的儿童真的不好带，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教会明天的希望，社会以后的栋梁。所以我就非常的看重这个儿童的事工。那特别他们南港基金会聘请我回来的时候，就聘请我当传道，负责儿童的部分。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儿童只剩下8个人，那只有一个童工，所以我就后来慢慢召集团队，然后把整个儿童建造起来，而且是要建造将来的领袖。所以我常会跟这些新手妈妈分享怎么去教养儿女，然后也让他们知道我们教这些孩子都不是只是骗小孩，我们是把他们真的是造就装备他们将来都上得了台面。所以我们常说小金兵就他们就会说做什么像什么这样子。还有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弱势的孩子我会特别觉得疼爱这些孩子，所以就关心他们这样子。因为我对人很有兴趣，很有负担，对，所以我很喜欢抱人拥抱握手这样。那有一个会友就说：“我是师母抱进来的。”然后现在很多心理疾病的，什么忧郁症强迫症躁郁症等等。那有时候上帝就让我有一个心，主动去联络他们，然后邀请他们来谈一谈。感谢主，他们都很愿意跟我敞开。是。然后我常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靠我自己的专业，也不是靠我的经验，真的是我一边服侍，我的一边祷告。是。然后透过这样的辅导。真的都有改善呢，常常都有果效，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甚至我跟他们传福音也有决志信主的。对，那我们附近有一个弱势的一个老姐妹她拾荒的，又是听障，对，那我就长期关心她，对，那好多年，甚至就是我带她的家，就是房间里面。整个都是垃圾这样堆得满满，对，我就带着弟兄姐妹去帮他整理清对，我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得到敬老楷模，
对，所以毛哥是荣誉市民，然后秀媛姐是敬老楷模这样。对，都是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对，所以对这一些真的是很有。真的是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后来他也信主了，真的感谢上帝，是我的好朋友，对这个听证。到现在服侍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哈，这一路服侍的路走来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说真的，做牧者很辛苦，每天碰到的疑难杂症太多了哈，不一而足这样子。最后有没有一些支持你们的这个经文也好，或者是你们在信仰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可以拿来分享跟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师母先好了。我们能够服侍到现在，一直有这样的热情是因为我体会到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的背景是这样的，好像凄凄惨惨戚戚，但是因为信靠上帝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改变跟祝福，所以我就想到。一节经文是我很喜爱的，就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何等大的恩才成的。所以若不是上帝，我就不是现在的我。所以盼望每一个观众还没有认识主的，真的也能够跟我一样，因着认识上帝，能够去经历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丰盛而有意义的生命以及生活。毛哥呢？夫妻同心很重要然后跟弟兄姊妹们同心配搭服侍也很重要。那圣经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愿意祝福每一位看到听到的人能够得着耶稣的救恩，得着上帝的赐福。然后过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生，过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生，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哎。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其实，在牧者这一路的路上，真的有时候太辛苦，因为看过太多了啦。但就是有看到生命改变这件事情，会是你们最大的满足哈。对，谢谢今天毛哥还有秀媛姐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谢谢两位。是，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恩宠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刚刚毛牧师跟毛师母给我们的3段经文，真的很受用哈。做基督徒不容易做这个传道人更有难度。但是我们只要抓住这3句话，从神而来的应许跟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不能胜过的。我们现在谈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毛师母从小原生家庭，父亲很早就离开他了，然后呢，母亲因为积欠债务、赌博，所以呢，欠钱，孩子很没有安全感，但是神很奇妙，透过教会来安慰毛师母，毛师母也愿意敞开心，接受神的爱，接受教会弟兄姐妹的爱，补足了他在原生家庭的不足的那一部分。所以你看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恩宠的。”因为他看见了恩典。当你看见了恩典，你就不会思思念念过去那些对不起你的人事物环境。感谢主那我看到毛牧师，他本身的职非常好，他乐善好施，愿意帮助人，而且他认真努力，愿意为家人付上代价。像这样的优质传道人不简单。可是你看即便你愿意做，有时候被人家误会他那天去别人家服侍，人家误解是不是他拿了他们家的钱？这让我想到约瑟。约瑟不是有讲过吗？原来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能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最终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各位，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不要说报仇就是说上帝会还给我们公道。我们如果在羞辱当中，上帝要以加倍的恩典祝福代替我们所受的羞辱。感谢主，在这对传道人身上，我看见神的荣耀，我也看见他们愿意继续来委身，在这个弯曲边缘的时代，在教会里面为主发光。我们一起为了他们祷告好不好？主耶稣，谢谢你。我从毛牧师跟毛师母的身上看见，真的很传统的传道人，就是为了别人在摆上自己的生命，
看见有需要的，他们就补上，设立学校，帮助这些穷困的，到美国去开垦，从无到有。耶稣，谢谢你，因为你就是使我们从无到有的神。继续赐福给毛牧师、毛师母，让他们经历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只要我们愿意更多的跟随神、爱神，最终我们会得到从你而来的奖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